女人正在茅屋内没有接生婆的帮助下，痛苦地生产着孩子，终于平安地将孩子生了下来。孩子竟还是国王的私生女，但国王却丝毫不知。在此之前，两人曾很是相爱，不仅是青梅竹马，还都是彼此的初恋。两人还私自定下了终身。国王承诺非他不娶。然而没过多久，采花父亲就因为谋害王上而获罪去世。悲痛欲绝的采花也准备自焚而去，赶来的哑奴将他救了下来。可此时家破人亡的采花丝毫没有求生的欲望，准备以跳崖自杀的方式追随父亲而去。这一次又被哑奴及时救下。几番拉扯之下，九川很着急，但他不会讲话，只能连忙跪在采花面前阻止他。采花也逐渐冷静了下来，连忙上前拉住头破血流的九川。此时的才华已有身孕。随后两人来到山里的一个小村子安顿了下来，村民们也很照顾两人。采花哪里经历过这种苦日子，为了孩子他不得不好好活下来，再加上对死去家人的思念，整天都郁郁寡欢。虽然他放弃了轻生的念头，但心里还是难受。如今却沦落成了一个乡野村姑，而他肚子里面的孩子又是他杀父仇人的孩子，这让他痛苦不已。而九川则是日夜守护在他的屋外。几个月以后，采花也在这间茅屋内生下了一个女儿。原本孩子的父亲已经给孩子起好了名字，叫做手板香，可如今已经是物是人非，于是他便给孩子取名叫做雪兰九川。为了让采花以及雪兰可以吃饱肚子，便开始四处做苦力赚钱养家。可是没想到九川健壮的体格竟然被一个大户家的夫人看上，于是便让丫鬟叫九川进屋，准备让他做点其他的事情。可等九川进屋之后，夫人正一身薄纱的坐在那里，表示说让九川过来帮他挠挠痒痒。等九川刚刚坐下，夫人便开始对九川动手动脚，吓得九川连连后退。就在这时，夫人的丈夫打开了房门，气急败坏的怒骂夫人不知廉耻。但是夫人却表示，既然家里的女佣都被你碰过，我这样做有何不可？气急败坏的老爷对夫人没有办法，但是并不代表他可以放过九川。他要将九川活活打死。就在这时，采花赶了过来，他知道老实巴交的九川肯定是被冤枉的。他表示，如果老爷将九川打死，那么他就把夫人和下人私通的事情到处传扬出去，让您的女儿一辈子都没脸嫁人。最终，采花顺利的救下了九川。隔天，九川看着熟睡中的采花，忍不住伸手抚摸了她的脸颊，可没想到却惊醒了。他生气地走回屋内，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因为他对九川并没有感情，他的心里始终没有放下昔日的将军。不顾九川的阻拦，抱着女儿毅然决然地离开。可谁知天公作美，等他走到半路的时候，竟然下起了大雨。他急忙跑到树下避雨，孩子也是不住地哭泣。就在这时，九川赶了过来，贴心地给采花披上了雨衣，在给采花磕了一个头之后，便默默地离开。采花终究是不忍心想要叫九川来避避，但是他好像忘记了九川不仅不会说话，也听不到，于是他便捡起地上的枝叶，跑上前去帮九川遮雨。就这样，他们三个人又重新回到了村子，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晚上孩子熟睡的时候，九川就在一旁扇着扇子替孩子驱赶着蚊子，下雨天就给孩子收尿布，又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帮采花买回了父亲的遗物。人非铁石，孰能无情？采花最终也被九川的真诚打动，他摘下了昔日将军送给他的发簪，他决定要放下过去，跟九川一起开始新的生活。随后两人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就这样过了一夜之后，他的大女儿不仅长大，就连他的小女儿也出生了。采花给他的小女儿取名雪姬，那个女人是国王的女儿，但是此刻她却在监牢内。她的妹妹，也就是冒牌的公主，找到高丽国的将军，让他偷偷地放了自己的姐姐。他之所以会这样做，并不是因为想要帮助姐姐，而是想要再次陷害她。因为只要姐姐逃离监牢，那么他细作的身份也会做事。果然，当所有人听说雪兰越狱逃走时候，所有人都被震惊了，不明白她一个弱女子是怎么逃出去的。雪姬则开始煽风点火，表示说肯定是有高丽的人在帮助她，为了堵住她的嘴，故意将她放走了。这样看来，她肯定就是高丽国派过来的戏。国王还是不信，准备亲自前往监牢查看一番。可等国王带着一行人来到监牢时，竟然发现雪兰还在监牢内，这让国王悬着的一颗心瞬间放了下来。将军也很是疑惑，明明他已经离开了，怎么现在又在监牢里面？众人离开之后，将军上前询问他缘由，表示说已经给你一条活路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找死？雪兰则表示，就算是死在这里，我也不会背负上细作的骂名。另一边的雪姬还以为姐姐雪兰此时已经离开了这里，
国王看到空荡荡的监牢，肯定会认为姐姐是真的细作，可护卫却告诉他，雪兰现在就在监牢内，什么地方也没有去。听到这里，雪姬瞬间惊慌了起来。而另一边，寻找高丽国王女人的一行人也有了线索。就在他们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个小男孩看到了画像，表示说这个男人怎么这么像自己的父亲。世子上下打量着小男孩，让他再次确认一遍。小男孩表示说这个男人就是自己的父亲。于是，一行人便跟随着小男孩回到家中，终于见到了他们苦苦寻找的女人。随后便将她送到了高丽王的面前。高丽王看着失而复得的女人，内心激动不已。狮子见状，便急忙对高丽王提出要求，表示说你放了雪兰，我便把你的女人还给你。很快，雪兰便被放了出来，两国也因此友好的达成了和解协议，签下了互不侵犯的盟约。回到百济之后，国王对雪兰在高丽的表现很是满意，于是便跟雪姬商量，准备把雪兰安排在他的身边。心虚的雪姬果断地拒绝了国王的好意。无奈之下，国王只好让雪兰先留在王后的身边，把雪兰送进内宫。其实也是世子的安排，他想让雪兰在宫内秘密调查一下，究竟是谁在宫内造谣说雪兰是细作。而在雪兰的带领下，国王以及王后很快便学会了玩绳子的游戏。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有没有玩过？在你们的家乡，这个游戏的名字又是什么？可以在评论区互动一下。而他们有说有笑的场景再次被雪姬看到，看着跟众人相处甚是融洽的雪兰，雪姬很是气愤。第二天，她找到国王，请求国王放了诬陷雪兰是细作的那个护卫。很快，护卫被带到了他的房间。平退功力之后，雪姬摘下手上的扳指放在桌子上，表示说这个是给你的酬劳。接着拿出一瓶药放在桌子上，他告诉护卫，这是一种能让人解脱的药，如果把这个泡在酒里，喝下去之后便会咳嗽1天，接着就会晕倒过去。随后又拿出一个瓶子放在桌子上，表示说醒来之后再来点这个，就会变得跟一个孩子一样无欲无求，除了儿时的记忆会保留，其他的全部都会消失。当晚的同事聚餐上，雪兰便从这个护卫的手中接过一碗神秘的液体，直接豪爽的一口把它干了下去。第二天，雪兰果然是不断的开始咳嗽，就连走路也是一步3摇晃。紧接着，感觉头重脚轻的雪兰便直接晕倒在地上，而晕倒的她也被人拖走，扔进了一间库房之中。虽然她有着公主的身份，但是在她这层身份下，却隐藏着一副丑陋的嘴脸。她先是让护卫在姐姐雪兰的酒水中下药，现在又向国王汇报说这里有人是高丽国的戏子，这让现场一片哗然。接着，他拿出早已经伪造好的书信，表示这是细作跟高丽国来往的证据。众人都非常疑惑，他口中所说的细作到底是谁？可没想到，他扫视一圈之后，表示说细作就是当今王后的父亲，丞相大人。他出卖了百济，是这个国家的罪人，这让所有人很是惊讶。丞相的妻子更是被吓得直接晕倒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雪姬无意中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这个人正是她的姐姐雪兰。雪兰也是直勾勾地看着雪姬，眼前的这个女孩怎么跟自己的妹妹如此的相似？雪姬看着姐姐的眼神，这可不像是已经失忆的眼神。原来侍卫虽然听从了雪姬的命令，但是仅存的良知告诉他不能这样加害雪兰。于是，在用药的时候只用了第1瓶，他把昏迷的雪兰拖进了一间库房内，准备等深夜的时候把她送出宫去。可世子见不到雪兰，便开始着急。于是便出去寻找，在寻找雪兰的路上，世子捡到了雪兰装肉脯的袋子。作为一个标准吃货的雪兰，是不可能随意丢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，这只能说明雪兰是不小心掉落的，或者是她遇到了什么危险。这时，世子又在地上发现了拖拽的痕迹，这说明雪兰可能遇到了危险。于是世子便追随着拖拽的痕迹，很快便找到了关押雪兰的库房，但是大门紧锁。世子开始拼命地拍打着房门，而屋内的雪兰早已经昏迷，并不能听到任何的声响。于是世子便用石头狠狠地砸在了锁头上。打开房门之后，竟然真的看到了雪兰，赶忙走上前去，把她抱入了怀中。昏迷的雪兰在世子的呼唤下，总算苏醒了过来。恢复过来的她便准备马上离开这里，但是世子却突然表示腿疼，需要休息一下。单纯的雪兰相信了世子的话，于是便开始帮她捏腿，但是世子却怀着别的小心思，眼看世子就要对着雪兰啃上去，世子的手下却非常不懂事地闯了进来，弄得两人很是尴尬。而另一边，王后也召见了雪姬，她不明白自己一直对她礼义有加，并没有得罪她，甚至母亲还在她刚来到都城的时候救过她。曾经她更是信誓旦旦地保证说一定会有所报答。可如今为什么陷害自己的父亲？难道这就是你所说的报答吗？原来自从她冒充姐姐的身份当上公主之后，丞相一直觉得眼前的雪姬很是可疑，所有有关自己身世的事情他都会详细的追问，这让雪姬每次都是十分的惊慌。为了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，于是他决定提前解决这个讨厌的人。雪姬告诉王后，这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，并且威胁王后以后你自己也要小心点，走路的时候小心点。
吃饭的时候小心点，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多加小心，这样您才能继续生存下去。”此话一出，马上被愤怒的王后一巴掌呼在了他的脸上。王后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，雪姬才会这样对自己。但是王后的举动让雪姬愈发的嚣张跋扈。她告诉王后：“你就好好的以罪人女儿的身份继续生活下去吧，总比沦落成罪人的好。”随后，雪姬便不再理会王后，转身就走，而王后也被雪姬气得马上晕倒过去。雪兰看着躺在床上的王后，心里很是难过。她知道王后是因为公主才成为这样的，同时她也想知道公主为什么会跟自己的妹妹那么相似。第二天，王后拿出自己珍藏已久的首饰，准备跟雪姬示好，借此想让她放过自己的父亲。雪兰马上自告奋勇，表示自己愿意去。可等她来到公主门口，却被拦了下来。两个宫女还想赶她离开。雪兰马上开始大声地呵斥他们，表示说自己是王后的人，对自己无礼的话，就是在侮辱当今的王后。宫女被雪兰的一通训斥，吓得说不出话。而屋内的雪姬则是听出了这个声音，正是姐姐雪兰的声音，于是便又拿出了2个小瓶子。从她的表情便不难看出，这2个瓶子里面装的不会是什么正经的好东西。这个女人拿出2个小瓶子放在桌子上，接着看着眼前的2个小瓶子若有所思，随后拔出其中1瓶的塞子，然后把里面的不明液体倒进了茶杯之中，再把茶杯中倒上茶水，叫醒正在打盹的宫女，让她把屋外的姐姐请进来喝杯茶。可此时雪兰已经回到了王后的寝殿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雪兰在宫内发现公主竟然跟自己妹妹十分相似，于是便想趁着王后给公主送首饰的时候前去打探一番。可没想到等到第2天早上，依然没有见到公主的身影。于是她便带着东西回来跟王后，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，她马上找到陈武，表示听说他跟公主私交甚好，想请他约公主出来，让他牵线来缓和公主和王后的关系。陈武每次看到雪兰的时候，都感觉十分的亲切，这或许就是他们拥有同一个父亲的缘故，于是便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很快，雪姬便收到宫女来报，说陈武邀请她赴。对于陈武的邀约，她并没有拒绝，因为她天真的认为陈武是她这边的人。可当她兴高采烈地来到约会的地点，竟然发现姐姐雪兰也在现场，她马上转身想要离开，但是却被陈武给叫住了。宫女以公主身体不适为由，便要带公主离开。雪兰还想上前，却被雪姬的宫女给拦住了。就这样，雪兰跟公主见面的计划再次落空，这让雪兰很是着急。陈武告诉她，公主就是这样，很少会见外人。雪兰询问陈武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见公主。陈武告诉她，国王肯定可以，不过请国王估计有些难度，世子应该就可以。于是雪兰马上找到世子，对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对雪兰有着想法的世子很爽快的便答应了下来。刚刚回屋正准备喝口水的雪姬，马上收到宫女汇报，说世子请她前往世子殿一事。雪姬马上一口回绝。宫女接着告诉她，世子说让她无论如何也要过去一趟。雪姬马上明白，这又是姐姐雪兰的注意，先是陈武，现在又是世子，那接下来难道是国王？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。于是她便决定去见一见雪兰。深夜在雪地里，终于迎来2人分别以后的第一次见面。雪兰看着眼前的公主，眼含热泪的表示，说明真的很像我的妹妹，真的很像很像。随后雪姬揭开了自己的面纱，雪兰吃惊的看着眼前的雪姬，而雪姬更是泪流满面的对雪兰说，姐姐，我想你了，真的好想好想你。雪兰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妹妹，没想到自己寻找这么久的妹妹真的出现在自己的面前。接着雪兰便把妹妹抱在了自己的怀里，2人都是泣不成声。然而他们的心情却是不一样，一个是7人久别重逢的喜极而泣，一个是担心自己的身份被揭穿，又要回到乡野村姑的生活。随后2人来到雪姬的房间，雪姬满口谎言的对姐姐说自己当初被劫匪劫走，带到了白济，不过幸好自己机智聪明，给逃了出来。来到都城之后，她便想起了母亲临死之前告诉自己的话，母亲说，你的父亲不是九川，你的父亲是百济当今的国王，你的真正名字是叫做守百乡。雪姬的这番话把雪兰都给听傻了，但是雪兰哪里知道，母亲是错把雪姬当成了雪兰，所以才会对她说出这番话。也不知道雪姬是怎么恬不知耻的，能说出来这番话。随后雪姬更是发挥谎言张口就来的本性，对姐姐表示说，当时派出了大批的人手寻找姐姐的踪迹，但是找了很久还是一无所获，便以为姐姐已经遭遇不幸了。不过还好现在姐姐出现在自己身边，父亲母亲在天上，知道的话一定会很开心。雪兰对妹妹的话虽然有疑惑，但是还是非常庆幸自己能和妹妹再次重逢。自从跟妹妹重逢之后，雪兰整天都是面带笑容，真可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可等她再次见妹妹的时候，妹妹却告诉她，他们相认的消息不能被别人知道。这让雪兰的表情瞬间凝重了起来，不知道雪姬葫芦里面埋的什么药。注意看寒冬腊月的天气，寒冷的天气把她的双手冻得通红，她的身体也在不住的颤抖。
就在不久前，他跟自己的姐姐终于重逢，但是他却告诉姐姐，暂时还不能公开两人的关系，只因他刚刚入宫，宫内的所有人都非常排挤他。如果这个时候告诉他们自己遭遇不幸的姐姐还活着，恐怕到时候自己的身份就要被人怀疑，自己公主的地位也将不保。为了让姐姐相信自己说的话，他便让自己的宫女给王后送来一盒树叶，表示说用它熬出的汤药喝了之后就可以怀孕。王后到现在还没有孩子，现在又因为丞相的事情被国王冷落，王后以为雪姬是在嘲讽自己，于是便怒气冲冲地去找雪姬算账。王后的行为正中雪姬的心意，她就是想让姐姐看到自己在宫内的处境。雪姬被王后处罚跪在大殿之外，直到晚上才允许她离开，但是却不让任何人给雪姬送食物以及茶水。经此一事之后，雪兰便对王后的看法发生了改变，认为她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。但是在机缘巧合之下，雪兰从嬷嬷的口中得知，王后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，只是经历过这次的事情才发生了改变。她若真的想让公主赶出宫，以她王后的身份是绝对可以做到的。她也可以把公主留在宫内慢慢的折磨，但是她都没有这样做，可见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。听完嬷嬷的话，一丝疑虑瞬间涌现在雪兰的心头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世子一行人也在着手调查丞相被冤枉的事情。经过众人的商议，便让人故意在宫内散播谣言，说已经找出了可以证明丞相清白的证据，丞相也即将被国王下令释放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又出现了一封伪造的证据。当晚，侍卫便把证据交给了密文首领，表示说这是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证据。首领很是诧异，他接过侍卫手中的证据，打开之后看着里面的内容，然后起身走到侍卫面前，一个巴掌便呼了上去。他不明白自己亲手培养来的人怎么就成了系统，原来这便是世子他们的计策。只有细作在收到丞相无罪释放的消息之后，才会继续加以陷害，而给世子送证据的人便是细作无疑。监牢内侍卫始终没有说出幕后的主使之人是谁。他一口咬定这一切都是自己跟丞相的私仇，跟任何人没有关系。他明白自己喜欢雪姬，但是她是公主，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卫，而现在自己又被当作细作。为了保护公主，侍卫选择了自尽身亡。可等密文首领在烧毁侍卫遗物的时候，竟然在他包袱里面发现了一个黑色的戒指，而这个戒指正是不久之前雪姬送给侍卫的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雪兰对雪姬也是越来越怀疑，很多事情都感觉非常的奇怪。于是她准备亲自找到妹妹问个清楚。姐姐雪兰对妹妹在宫内谎报年龄的事情很是疑惑，同时她也不相信跟父亲恩爱有加的母亲会背叛父亲。她想让妹妹告诉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她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但是妹妹却告诉她，母亲的事情我怎么可能知道？你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话，就去问问国王。雪姬的这招已经为退，很是厉害。因为一个宫女怎么敢去询问国王的恋爱史，而国王又怎么可能会告诉宫女自己的恋爱史？可雪兰并没有因此而打消疑虑。既然妹妹是手百香公主，那么母亲在自己肩膀纹的手百香又是什么意思？于是她找到嬷嬷，让她再次确认自己肩膀上到底是什么纹身。经过嬷嬷的再三确认，这个纹身就是手百香无疑。随后她便在宫内偷偷的翻阅史书，找寻关于母亲家族的记录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还真的被他找到了一些线索。于是他便找到国王，请求国王恩准他出宫居住一段时间。原来雪兰通过史书记录的信息，找到了母亲家族的一个奴婢。这个奴婢告诉雪兰，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采花的事情，她只不过是曾经远远的见过几次采花。采花的贴身丫鬟墨镜应该对这件事比较清楚，这让雪兰很是高兴。但是对方接下来又告诉雪兰，当年墨镜在采花不见之后也逃跑，至今不知所踪。于是他想让国王批自己几天的假期，趁着这段时间寻找母亲的丫鬟。国王并没有询问雪兰请假的目的，很爽快的便答应了下来。雪兰的突然出宫让雪姬很是疑惑，不明白她要做什么。等到雪兰离开王宫之后，心虚的雪姬从宫女的口中得知，雪兰出宫之前曾经见了一位宫内的奴婢。很快这个奴婢便被带到了雪姬的面前，经过雪姬的一番恐吓，总算明白姐姐出宫是为了寻找一个叫做墨镜的人，而墨镜正是母亲采花的贴身丫鬟。得知姐姐正在秘密调查自己的时候，这让雪姬气愤不已。看来姐姐平时都是假装相信自己，瞅准机会便开始打听母亲的事情，偷偷的调查自己。如今自己好不容易才坐上公主的位置，一定不能让她得逞。与此同时的宫外，雪兰经过不断的打听，最终在一个药材商人这里得到了墨镜的消息。他告诉雪兰，墨镜将会在明天离开这里，随后便把路线告诉了雪兰。第二天，雪兰便早早的在路口等候。很快，在道路的尽头便出现两人一起。雪兰赶忙上前打招呼，对方非常疑惑，他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？因为自己作为一个逃跑的奴婢，一直在隐姓埋名的生活，于是便马上调转马头准备离开。雪兰无奈之下喊出了自己母亲的名字。听到采花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在耳边，墨镜马上停下了脚步，
雪兰对墨金表示说自己是官府的人，之所以会找到他是为了帮采花伸冤的。看着雪兰拿出的官府印记，墨金便相信了雪兰。随后，墨金把雪兰带到了采花的家乡，接着又来到采花的住所曾金富丽堂皇的房屋，现在早已经满屋疮痍，留下的只有随处可见的蜘蛛网。随后，墨金便对雪兰说出了关于采花的事情。曾经的采花是百济国最美的女人，她的心上人也就是现任的国王，两人彼此相爱，是郎才女貌的一对。但是因为采花的父亲贪恋虚荣，谋害了上任国王，最终事情败露，现任国王带兵包围了这里。采花的父亲被逼自尽，采花也准备跟随自己的父亲离去，但是晕倒的他被九川救了出去。墨金非常感激雪兰能为采花伸冤，为了能够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，于是墨金便带着雪来到一棵挺拔的松树面前，表示说将要告诉他一个采花最为珍贵的秘密。看着两个女人不停地在地上扒拉着，扒拉的同时，两人还不忘聊着天。墨金告诉雪兰，当初发生火灾之后，九川背着采花逃了出去，随后便不知所踪，这让雪兰很是惊讶。如果墨金说的是真的，那就说明九川跟母亲采花在一起是在后面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母亲采花也不可能再跟国王生下孩子。那现在妹妹说自己是国王的女儿，是守百香公主，又是怎么回事？自己作为姐姐比妹妹更早出生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只能说明自己在这件事情之前就已经出生。那么自己的父亲又是谁？就在这时，墨金也把采花埋藏多年的秘密给挖了出来。打开盒子，里面竟然是一身婴儿的小衣服。墨金告诉雪兰，采花当年便怀上了国王的孩子，这便是给孩子准备的。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孩子如果生下来还活着，现在刚好有21岁，这让雪兰内心万分的悲愤。她今年的年龄刚好是21岁。直到这时，原来父亲是母亲的救命恩人，而自己才是国王真正的女儿。至于妹妹，却是在冒充自己身份。于是他马上找到妹妹，当着妹妹的面拿出了母亲留下的小衣服。事到如今，他终于知道，之前自己一次次的遇到危险，全部都跟妹妹有关。妹妹不仅欺瞒了母亲，让父亲受辱，还一次次的欺骗自己对他的信任。于是他愤怒地质问妹妹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没想到事到如今，雪姬还在为自己狡辩，表示说母亲以及国王之前确实有过一段感情，是和高贵的国王彼此相爱的人。雪兰听完妹妹的狡辩致辞，马上拆穿了她的谎言，表示说你不是国王的女儿。没想到雪姬不但没有慌张，还舔着脸说雪兰实在太贪心了，竟然还想抢回公主的位置。雪兰十分的不解，妹妹什么时候竟然变得这么不要脸，这么无耻。自己并不在乎什么公主的身份，可妹妹为了虚荣撒谎，欺骗所有的人，为了公主的位置，竟然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要，让自己的母亲成为一个坏女人，竟然甘愿堕落成为一个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人。而雪姬则开始嘲笑姐姐，表示说就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姐姐自命不凡的样子，让她无法忍受。从小就伪装善良，伪装高贵，成为高贵的公主也是自己的梦想。可在你的眼中竟然一文不值，从小自己的梦想就是拥有高贵的身份，过上富家子弟的生活，这是自己一辈子的梦想。雪兰告诉他，尽管你的梦想在你看来十分的珍贵，但是你不可以让母亲受辱，不可以欺骗国王，更不可以这样对从小疼爱你的姐姐。看着妹妹为了她所谓的梦想竟然堕落成这样，还念及着姐妹情的雪兰准备把这件事情告诉国王。虽然妹妹冒充王室中人是死罪，但是自己会以国王女儿的身份替她求情，让她以一个平凡人的身份过完余生。她不能看着妹妹变得越来越坏，她要找回那个曾经善良的妹妹，那个在自己受到处罚的时候偷偷为自己抹眼泪善良的妹妹。然而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雪姬再次叫住了她，表示说如果你告诉了国王事情的真相，那世子怎么办？你被囚禁在高黎的时候，是世子跪在国王面前，声泪俱下的请求国王救救你，世子更是当众说出了对你的爱意。雪兰瞬间呆住了，她也不由得想起之前跟世子之间的点点滴滴，自己的心也不知不觉地牵挂在世子的身上。雪姬接着告诉他，如果你真的把这件事情告诉国王，那么你和世子就有着血缘的关系，你们也不可能在一起。但是他们两个哪里知道，世子也并不是国王的亲生儿子。至于雪兰真的会将这件事情告诉国王吗？而雪姬会就此放过姐姐吗？一个女人是假冒的公主，就在不久前，她的姐姐雪兰得知她是顶替自己的身份当上公主，还当面拆穿了她，更是扬言要在国王的面前揭露她的谎言。虽然在第二天众人给国王请安的时候，雪兰并没有对国王提起这件事情，但是雪姬见到了姐姐看向国王的眼神，这种眼神让她很是不安。因为他感觉姐姐随时可能会对国王说出事情的真相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自己现在正在享受的荣华富贵也将化为泡沫。只有姐姐彻底的消失，自己才能稳稳当当的坐在公主的位置上。于是雪姬针对姐姐的计划便再次展开，她马上找到姐姐雪兰，直接跟她打起了感情牌。
跪在姐姐的面前请求姐姐的饶恕，表示说自己一开始并不是想要欺骗姐姐，而是被劫匪绑走带到了满记。自己逃走之后，也只是想看看国王的容颜，没想到阴差阳错自己却成了公主。但是雪兰早已经看穿了他的谎言，表示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会拿着母亲的簪子离开？分明就是一开始便计划好了。”雪姬并没有理会姐姐，依旧在自言自语，说国王见到她之后对她很是关爱，这让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。而父亲以及母亲总是偏向姐姐，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跟姐姐相同的爱，总是感觉孤独和悲伤。听了雪姬的话，雪兰不禁笑了起来，便提醒雪姬：“你不要忘了，父亲是因为你而死的。在我被刺客拉走的时候，父亲用身体紧紧护住的是你；在刺客用刀剑刺向你的时候，是父亲用身体来保护你，替你承受伤害才去世的。父母在最危急的时候都没有疏忽你，这件事没有人比你更了解。”所以你没资格说你没有得到父母公平的爱。眼看无法动摇姐姐，雪姬便开始露出了她的真面目，马上站了起来。既然软的不行，那就来硬的。她告诉姐姐说，如果把她逼到悬崖边上，她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说不定真的会对世子说出事情。到时候喜欢你的世子能否接受这样的事实？受伤的最终还是世子。假如世子出了什么问题的话，那么他就无法再继承王位，到时候你就是祸国殃民的罪人。现在国王、王后以及世子，我们相处的都非常融洽，有你没你都没有影响我们，大家都可以很幸福的生活下去。所以你还是离开这里，离开百济，我会给你足够的钱财，让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。妹妹明目张胆的威胁让雪兰吃惊不已，她没想到自从妹妹进宫之后，竟然变得如此的坏。她不断的捶打自己胸口，希望可以借此来发泄自己压抑已久的情绪。心情稍微恢复的雪兰来看望世子，准备跟他道别。看着自己的心上人，以为他就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，也明白因为这层关系，两人便不可能在一起。于是他便抱住了世子，为他唱起了小时候母亲教给自己的歌谣。就在这时，国王也来看望世子，熟悉的歌声传入了他的耳中。这不正是采花跟自己定情的时候，采花唱给自己的歌吗？于是国王便赶忙走进了世子的房间，紧忙询问是不是雪兰唱的。雪兰只好表示歌是自己母亲教的，这让国王以及世子都非常疑惑。雪兰并不是本地人，怎么会将这首歌唱得这么熟练呢？雪兰看出两人的疑惑，便急忙解释说是自己曾经听公主唱过，觉得好听，便跟着公主学的。国王听完雪兰的话，随即便露出了失落的表情。当雪兰对国王隐瞒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也表明了他对妹妹的态度。他决定离开白吉，让妹妹继续做这个国家的公主。临行前，姐妹二人来了一次分别的拥抱。雪兰的做法让雪姬很是感动，表示说在她离开之后，自己会替她照顾好所有人。而雪兰还在不断的告诫着妹妹，让她不要一直生活在谎言之中，让她真心的对待每一个人。但是雪姬对姐姐的教诲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就这样，雪兰离开了这里。然而雪兰的离开并不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将完美的解决。就在不久之后，雪姬这边又出了大事，端端正正的坐在这个冒牌公主面前，这让这个冒牌的公主很是疑惑。一个宫女而已，怎么敢跟身为公主的自己平起平坐？原来这个宫女早已经对公主的身份产生了怀疑。她表示：“您前不久见过您的姐姐吧？您的家人还有人活在世上？”宫女的话瞬间让雪姬惊慌不已。本来以为姐姐离开王宫之后，自己便可以高枕无忧啊，没想到自己的秘密竟然给一个宫女给发现了。接着，宫女又对雪姬发布命令，表示说：“你如果不想让别人听到的话，就让门外的人先离开。”雪姬非常听话的来到门外，指使其他人先行离开。可等她回到屋内的时候，这个宫女却坐在了属于她的位置上。她马上让宫女起开。宫女回头看了看她，并没有理会雪姬，而是开始自顾自的说了起来。原来公主在进宫的时候晃到了自己的年龄，而王室的舞蹈在20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学，可公主却非常失望的说自己还有3年才可以学。这让宫女很是惊讶，因为雪姬进宫上报的年龄是21岁，这便引起了她的怀疑。随后在雪兰前往高丽和谈的时候，您连夜启程前去陷害她。你们2个有着一样的经历，同样都是父母双亡，同样被匪徒追杀，还有着一样的出生地。雪兰之所以进宫，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妹妹。这件事情宫内的人基本上都是知道的，而您从最开始的避而不见，到现在的频繁相见，说明您和雪兰已经相认。您之所以没有公布你们相认的事情，只能说明是您顶替了雪兰的身份，成为公主，不敢对外面公布。而真正的公主是雪兰，而不是您，她才是真正的手把箱。公主说完，便开始肆无忌惮地大笑了起来，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很是骄傲。而雪姬也被对方的一通分析给惊呆了，她看着这个兴奋不已的宫女，
真想马上撕烂他的嘴，但是理智告诉他不能这样做，于是便询问宫女到底想要干什么。宫女告诉他，自己并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国王，她并不在意谁才是真正的手板香公主，但是作为交换，公主必须答应她一个条件。听说中国的三亚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，自己想和母亲一起在那边盖一栋大大的别墅，但是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寓，并没有能力操持这些事情。希望公主可以慷慨解囊，自己便会紧紧地闭上嘴巴，然后远离这里。随后走到公主跟，潜伏在她的耳边，说出了一个天文数字。雪姬瞬间瞪大了眼睛，表示说自己哪里有这么多钱，就算是把自己这个公主给卖了，也换不来这么多钱。可宫女却说你没有，但是国王有啊，您作为手百香公主，国王这么疼爱你，只要您求求他，这点钱财不都是小意思吗？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的话，自己也只好将真正的手百香公主还活着，而且还是国王认识的人，这件事汇报上去。雪姬听完对方带有威胁的话语，也不知如何是好。宫女离开之后，雪姬便瘫软在椅子上面。这件事情一定要得到完美的解决，若是消息被透露出去，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身份以及地位也都将化为泡影。但是由于她进宫不久，并没有攒下什么钱财，于是她便打起了王室财产的主意。王后还以为是雪姬心善，想要救济灾民，不禁对她就是一通夸奖。随后便告诉公主，让她放心，救济灾民的已经准备妥当，至于王室其他的钱财，则是需要得到国王的批准。于是雪姬便马上找到国王，但是由于数额巨大，她始终无法开口。没有凑到钱财的雪姬，只好交出了自己仅有的2只金蝉，让他宽限自己几天，自己一定会再想办法的。但是宫女对此很是不满，表示说这些我先拿去，剩余的尽快凑出来，并且继续威胁雪姬，告诉她自己已经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其他人。这句话顿时让雪姬惊慌不已。宫女告诉她，自己只说了您派人跟踪了一个人，是个男人，但是如果您不能满足我的要求的话，那么下次说出去的就可能是您。派人跟踪的是一个女人，很有可能是一个叫做雪兰的女人。这让雪姬气愤不已，但是面对对方的威胁，她也没有任何的办法。而随后，宫女更是在没有人的时候，把公主当作下人使唤，对她步步紧逼，更是把雪姬珍藏已久的丝绸随意拿出，不满意的话便直接当作抹布扔在桌子上。雪姬的首饰更是随心所欲的拿起来，打完就连雪姬最喜欢的披肩也非常自然的披在了自己的肩膀上，甚至连国王赏赐的转运球也想要。还没等雪姬拒绝，宫女的脸马上耷拉了下来，无奈的雪姬也只好答应。可宫女拿过之后，却表示说这个放在身边，晚上可能会睡不好觉。于是便把它扔了出去，披肩也随手丢了出去。雪姬也只能默默的忍受。接着宫女又看到了墙上的画像，便又开始了对雪姬的冷嘲热讽。本来就是卑贱的贱民出身，却硬要装成有着王室高贵血脉的公主，这让一旁的雪姬忍无可忍。自己这辈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自己是卑贱的出身，要钱才可以给你，但是说我的出身卑贱，那是绝对不可以的。当宫女转身那一刻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有些惊恐，而她手中的画也掉落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在门外的宫女也听到屋内一声惨叫传出，而屋内的宫女则是靠在床边一动不动。深夜，一个男人偷偷的走了进来，推开虚掩的房门，一个女人正躺在床上熟睡。男人偷偷的来到女人的身边，这个人正是九川，也就是这个冒牌公主的亲生父亲。原来当初九川并没有死去，妻女当初受到的伤害让他又坚强的活了下来，并且在无意中救下了陈武。以为是国王派人杀了他全家的九川，便准备利用陈武刺杀国王。当陈武把他带到王宫之后，他的复仇计划便开始了。他准备杀死国王，替死去的妻女复仇。于是他拔出了随身携带的匕首，一步一步缓缓地向远处国王走去。但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眼前。经过他的仔细查看，她正是自己的亲生女儿雪姬。雪姬为什么会和国王在一起？这让他吃惊不已，瞬间瘫软在地上。于是便准备亲自找雪姬，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而当雪姬睁开眼之后，看着自己眼前的男人，是也愣住，以为自己是在做梦。没想到对方真的是自己的父亲，父女二人抱在一起痛苦不已。本以为女儿已经死去，现在竟然出现在自己面前，这让九川欢喜不已。而九川的出现同样也让雪姬欢喜不已。随后九川便问起了采花以及雪兰的事情。谎话张口就来的雪姬告诉父亲，母亲以及雪兰都被刺客杀死，只剩下自己。九川听完这个消息，直接瘫软了下来。随后，雪姬告诉父亲，自己来到这里是为了遵从姐姐的遗愿。姐姐在临死前把她亲生父亲是国王的消息告诉了自己，让自己去找到国王，说母亲已经去世的事情，并且让自己代替姐姐当守百香公主。九川很是不可置信，雪姬则是直接拿出了母亲遗留的簪子，表示说自己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为了遵从姐姐的遗愿。可九川却是一把拉起雪姬就要离开，他不能让自己的女儿认贼作父。但是雪姬并不想离开这里，如今公主的身份以及地位让她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虚荣，
他不想跟随父亲回去，继续过着乡野村姑的生活，这让他的父亲很是心痛，不明白女儿怎么会变成这般模样。眼见无法劝阻女儿离开，九川也只能独自离开这里，希望雪姬可以凭借着这个身份继续生活下去，哪怕他不认自己这个父亲。但是他们却不知道，这一次的离别也将是永远的再见。父亲的离去虽然让雪姬很是伤心，但是悬在他心头的石头也总算落了下来。雪兰被他赶走，知道他身世的宫女也被他杀了。如今父亲也离他远去，今后将不会有人再撼动自己的公主地位。离开之后的九川，带着自己在路上收养的一个小男孩，来到了他曾经最为熟悉的地方。这里曾经是他们一家4口一起生活的地方，方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满满的回忆。然而正当九川还在惆怅的时候，一个女人出现在他的身后，来人正是雪兰。雪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尝试吓得叫了一声父亲。九川随即转过头看着眼前的雪兰，露出了苦涩的笑容，随后又把头转了回去。对雪兰过度的思念让他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，但是这个幻觉却又是如此的真实。当他再次转过头看向面前这个女孩，才发现这不是幻觉，真的是自己女儿出现在自己的面前。九川赶忙上前抱住了这个自己以为已经失去的女孩。雪兰同样也是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父亲，随即父女2人抱在一起痛哭不已，发泄着父女之间对彼此的思念。雪兰对父亲的归来很是开心，搂着最爱自己的父亲，表示说他们父女以后再也不要分开了，就这样和父亲过一辈子。可九川还是想念他的另一个女儿雪姬，也想将她带回来，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。于是他偷偷地打听到国王出宫狩猎的行踪，一个人孤身等候着国王的到来。他要为死去的采花复仇，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更何况两人还是情敌。很快两人便打在了一起，终究还是九川技高一筹，国王很快便败下阵来。九川想要就此杀掉国王，可当他的剑举起来之后，却又犹豫。雪兰曾经说过的话瞬间涌现在他的心头。雪兰告诉九川，国王曾经是最爱母亲的人，杀死母亲的人绝对不是国王。想到这里，九川扔掉了手中的剑，随后又跪在国王的面前，从他的怀中缓缓地掏出一封信，递给了国王。上面写着雪姬是冒充的手板香公主，请求国王将她送出宫。真正的手板香公主则是雪兰。然而就在国王打开信件的时候，却发生了意外。国王缓缓地打开一封书信，看着里面的内容，信里面告诉他，现在的手板香公主并不是他的亲生骨肉，但是这个孩子确实是国王最喜欢的采花生下的孩子，希望国王可以饶他一命，将他送出宫外。至于国王的亲生骨肉是谁，由于后面的字迹过于模糊，并不能看清楚写的是什么，这让国王很是着急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九川找到国王，跪在他的面前，将这封信递给了国王。然而就在国王准备查看信件的时候，国王的护卫赶了过来，九川趁机赶紧逃走。就在护卫扶起国王的时候，从国王手中掉落在雪地上的信件被一个护卫一脚踩了上去。国王捡起地上的信件，却发现早已经被雪水打湿。回到宫中之后，内官将已经晒干的信件交给了国王，但是上面记载着国王亲生骨肉的内容，自己却是无法辨认。国王虽然着急，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办法。就在这时，准备讨好国王的雪姬端着茶水走了进来。雪姬来到国王的跟前，将倒满茶水的杯子端到国王的面前。国王没有任何言语的看着眼前的雪姬，眼前的雪姬曾经让他感到很是愧疚，对他更是给予了所有人都不曾有过的关爱。没想到他这张看似人畜无害的面皮之下，隐藏着既丑陋又虚伪面孔。国王紧紧地捏着雪姬的手，强忍着内心中的怒火，把雪姬给疼得龇牙咧嘴。好不容易国王松开了捏着他的手，但是却又被国王一句话给赶了出去。雪姬步履蹒跚地走了出来，国王刚才看向他的眼神让他很是惊恐。虽然他不明白国王为什么会这样对自己，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国王的宠爱。为了可以让自己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他马上找到陈武，告诉一直追求自己的陈武，如果想要跟自己在一起，那么他就要登上王位，打败世子，然后再谋取王位，这样自己就会嫁给他做王后。至于如何打败世子，他已经替陈武想好了办法。他让陈武找到这次刺杀国王的人，找到之后将其杀掉，这样就可以在国王面前立下大功，从而为打败世子取得筹码。但是他哪里知道，刺杀国王的人正是九川，正是他的亲生父亲。另一边，现在的雪兰则是和父亲以及父亲收养的男孩三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九川以为将信件交给国王，国王便会马上把雪姬送出王宫，然后把雪兰接进宫。但是直到现在依旧没有任何的动静。雪兰则表示说，妹妹回不回来都无所谓，自己并不在意公主的位置，只要能跟父亲生活在一起，自己就非常的开心。而陈武这边也召集了大批的杀手，准备找出刺杀国王的人。很快，在一天深夜，九川被一行杀手包围了起来。九川更是从领头人的眼神中认出，这个人就是曾经参与杀害自己全家的人。愤怒的九川开启了乱杀模式，
尽管九川武艺高强，但是奈何对方人多势众，九川拼尽全力打倒了面前的刺客，但他也身受重伤，还是有一个刺客逃了出去。于是他便拼尽全力去追赶，追踪一夜之后，他也因伤势过于严重晕倒在地上。等雪兰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奄奄一息。九川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将一串手链戴在了雪兰的手上，艰难地告诉他，这个手链的主人就是杀死他母亲的凶手。而雪兰此时早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。九川对于眼前的女儿很是满意，自己身为一个哑巴，雪兰对他没有丝毫的嫌弃，就连得知自己的公主身份之后，依然愿意跟在自己身边做自己的女儿，这让他很是欣慰。可九川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下来，在他最爱的女儿怀中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刚刚相认的父女两人，如今却天然永隔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天气里，他埋葬了这个疼爱了他21年的父亲，轻轻地伏在父亲的身上，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揪出幕后的真凶，为父亲母亲复仇。为了追查线索，他决定再次进入王宫。至此，姐妹二人的战争也将再次开始。一条小蛇正慢慢地爬向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，女孩捡起地上的树枝，扒拉着小蛇的7寸，一下给它甩出去3米远。看着甩出去的小蛇，女孩仿佛在说：“不要来伤害我的妹妹。”她们是一对同母异父的姐妹。姐姐雪兰勇敢善良，是当今国王的女儿；妹妹雪姬则是虚荣狡诈，是雅奴九川的女儿。这天，雪姬看到一簇美丽的野花，她很是喜欢，但是野花却在悬崖边上，于是她蹑手蹑脚地准备去采摘，但还是不幸地掉了下去。万幸的是，她抓住了一旁的树枝，惊慌失措的她便开始呼唤姐姐来救她。姐姐赶到后，没有任何犹豫的就赶忙上去抓住妹妹的手，拼命的相救。妹妹全然不顾树枝已经刺伤了肚子，但是妹妹另一只手依然拿着野花不肯松开。姐姐为了可以拉到妹妹的手，把妹妹采的花扔下了悬崖，随后便顺利的把妹妹救了上来。可妹妹非但没有关系姐姐的伤势，还在不断的抱怨，说她把自己采的花给扔掉了。两人也因此在树林里迷了路。晚上的时候，姐妹二人便在树林里面遇到了歹人，两人起身赶紧逃跑，但是姐姐却不幸被绊倒在地上。妹妹看着地上的姐姐，再看看两个歹人，便不顾姐姐的安危，赶紧逃跑。而姐姐则是一把抱着了歹人的腿，给妹妹逃跑争取时间。然而获救之后的妹妹并没有跟自己父母说出姐姐遇到了危险，而是告诉他们自己没有看到姐姐，可能姐姐跟自己走错了路。听到这里，母亲彩华差点晕倒过去，而作为父亲的九川则是马上前往树林里寻找女儿的踪迹。与此同时，姐姐正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两个男人，随后便哭着威胁两人，说自己父亲九川非常的厉害。而两个歹人听到女孩的父亲是九川的时候，则是马上换了一副态度。原来之前两人拦路抢劫九川的时候，被九川狠狠地揍了一顿。对九川心有余悸的两人，为了不给自己招惹麻烦，便放走了他。离开之后的女孩也终于遇到了自己的父亲，她扑到父亲的怀中，此刻她终于安全了。跟众人相聚之后，母亲彩华把姐姐抱在自己怀中，村民也开始抱怨说：“你怎么可以跟妹妹分开呢？”这时姐姐马上意识到妹妹没有跟众人说实话，而妹妹也是在躲避着姐姐的眼神，这一切也都被他们的父亲看在了眼里。晚上回到家之后，母亲便开始处罚两个到处乱跑的女孩。九川在屋外听着很不是滋味。等到处罚姐姐的时候，母亲表示说，作为姐姐没有能保护好妹妹，需要接受更多的处罚。就在这时，九川跑了进来，恳求采花不要再处罚雪兰。心疼女儿的采花总算停了下来。随后，妹妹雪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九川拦住了她的去路，表示说自己知道这件事有问题，让雪姬去跟母亲解释清楚。但是雪姬却表示自己不懂得父亲表达的是什么意思。说着便哭着跑回了屋内。而随后雪兰也跟父亲聊起了天，父亲表示妹妹雪姬隐瞒了事实，但是姐姐雪兰却表示自己并不在意，她已经知道妹妹隐藏了事实。九川对于大女儿的懂事很是心疼，询问她有没有感觉到害怕。雪兰表示自己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害怕，但是她知道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只要叫一声爸爸，爸爸就会马上出现。这次也不例外，爸爸在自己呼喊的时候出现了。父女两人的友爱画面被身后的采花看到，这让她很是欣慰。但是屋内的雪姬却在不停地埋怨，为什么自己会是一个哑巴的女儿？想想自己的花容月貌，自己却要一辈子做一个乡野村姑，这让她很是不满。于是便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想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这天，邻居家的小哥哥告诉他们，国王将要出来巡游，有严重虚荣心的雪姬表示自己想去看看，而作为一个标准吃货的姐姐雪兰却是想去吃白斩鸡。两人随后便来到了镇上。雪兰惦记着自己想吃的白斩鸡，而雪姬则是惦记着国王和世子。与此同时，家里正在跟邻居愉快聊着天的采花，也从邻居的口中得知国王将要来这里巡游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让她瞬间惊呆了。她既紧张又害怕，于是赶忙去寻找。两姐妹在大街上不断地呼唤着他们的名字，而雪姬摇头晃脑，脖子都快晃断了，还是没有等到国王以及世子。原来国王这次出行临时改变了路线，
要去其他的地方参观。而在人群中寻找女儿的采花，也终于找到了她的2个女儿。眼见离自己的亲生父亲越来越近，可最终还是落了空。采花非常想告诉雪兰，她的亲生父亲就是国王，可是她是罪人的女儿。没想到这，她也只能无奈地继续守着这个秘密。而另一边，跟随国王巡游的丞相，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九川。他认出这个男人就是当初救走采花的人，于是便悄悄地跟踪。九川果然看到了多年不见的采花，同时还见到了他的2个女儿。他明白，其中有一个孩子肯定是国王的孩子。晚上，采花给自己2个女儿洗澡，雪兰表示说自己肩膀上的黑痣越来越大，殊不知这是母亲给他刻的名字，是他亲生父亲给他取的名字手板香。而他们还不知道，一场让他们家破人亡的祸事正在悄悄。2姐妹在宫内再次相聚，妹妹质问姐姐为何要回来，当初不是说好离开以后就不会再回来，为什么要欺骗自己？雪兰告诉她，无论离开还是回来，都是我的自由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没有理由得到你的允许。这次不管是世子疯掉，还是我的心醉掉，我都要把你拉下来。雪兰的一番话着实吓坏了雪姬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雪兰的父亲九川被刺客追杀，临死之前将一串手链交给了雪兰，表示束手链的主人就是杀害他母亲的凶手。于是雪兰便再次回到王宫追查线索。回到王宫之后，他马上找到国王，请求国王希望可以把自己调到产婢司上班，因为产婢司是专门解决处理后宫各种事件的部门，只有来到这里，他才能借助产婢司的力量调查杀害父母的凶手。雪兰并没有告诉雪姬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，只说自己回来是调查母亲去世的线索。可雪姬却还在担心自己公主的位置，对调查线索的事情丝毫不关心。而另一边的国王也对关于公主的事情开始调查，他让密文的首领画出了九川的画像，随后招来了丞相，把自己狩猎的时候遇到刺杀以及刺客给自己书信的事情告诉了丞相。当丞相看到书信的内容时，也是惊呆了，因为他知道采花有2个女儿，刺客竟然知道采花的女儿是国王的孩子，这个刺客究竟是谁？随后，国王又让内官将刺客的画像拿给丞相。丞相看到之后，再次被震惊了，表示说这个人就是九川，就是照顾了采花20年的九川，同样也是守百川公主的养父。经过2人的一番合计，于是准备试探一番血迹。很快，雪姬便来到国王的面前。国王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雪姬，询问他之前服侍他的宫女怎么不见了，这让雪姬心中不由得一紧。随后便告诉国王说宫女突然消失，自己也很是疑惑，于是便上报给了王后。王后安排了监察部的宫女们调查，结果竟然发现是她偷到了王室的财产逃跑。国王询问雪姬是否想让宫女继续回来，雪姬假意表示说她是自己最器重的人，肯定想让她回来。她不相信宫女会盗窃王室的财产，肯定是想陷害自己的人，诬陷了宫女。听完雪姬的话，国王马上下令让丞相想办法找出这个宫女，而丞相则是马上看向了雪姬。雪姬对丞相的眼神很是不爽。回到自己的寝宫之后，回想起刚刚发生的事情，看来丞相是铁了心要跟自己作对，这个人绝对不能留，得想办法除掉他。于是他马上找到朝中的大臣，商议着如何才能拉丞相下马。大臣马上给雪姬出了一个主意。第2天，雪姬让人找来母亲的贴身丫鬟墨镜，告诉她自己就是采花的孩子。虽然现在已经和国王相认，但是朝中的丞相一直咄咄逼人，想要陷害他。当年就是丞相派人刺杀他的。母亲墨镜听完雪姬的话，顿时气愤不已。当年采花待自己亲如姐妹，自己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的女儿。第2天，墨镜便被人带到了国王的大殿上。他来到这里是为了诬陷丞相，表示说采花是冤枉的。采花的父亲当年刺杀先王，也是受到其他人的指使，就连刺杀采花的人也是这个人所为。国王听完很是愤怒，询问他指使之人到底是谁。墨镜马上表示说就是当今的丞相大人。国王听后满脸的惊愕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丞相。一旁的雪兰则是马上看向了雪姬，他预感这又是雪姬的栽赃陷害，因为他早已经查出了杀害他父母的真正凶手。